談判已經破裂，原3月中可能發生的軍事行動被提前了半個月。日內瓦萬國宮的燈火徹夜通明，時針每一次抵達不再是談判雙方的耐心，而是一個已經被宣布結束的時代。白宮已經定調沒有再談的必要了。有濃縮比例的數字、導彈射程的上限、庫存申報的透明度，這些技術條款在現實面前已經失去意義。因為在2月28日，美及其同盟國對伊朗關鍵設施發動空襲，特朗普宣布將在伊朗實施重大作戰計劃。日內瓦的桌面上還攤着修訂草案，但德黑蘭上空已經響起了爆炸。外交的文字尚未消散，戰爭的語言卻已經接管。這次談判，它原本是最後的機會窗口，現在它沒有任何的意義。如果談判不能解決戰爭的問題，那就讓戰爭去解決談判的問題。要理解2026年的這場死局，必須回到2015年。那一年，伊朗核協議簽署，在當時的國際輿論中，這被視為一次歷史性的外交勝利。奧巴馬政府與多個大國達成共識，用經濟鬆綁換取核計劃凍結。很多人相信中東終於找到了避免戰爭的出口，但回過頭看，這份協議從一開始更像是一種延遲裝置，而不是問題的終結。它沒有消除伊朗的戰略野心，只是暫時壓低了衝突的烈度，表面上是緩和，底層卻是對抗邏輯的保留。2018年，局面被徹底打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協議，恢復最高級別制裁，理由很簡單，不夠徹底，不夠長久，不夠安全。從那一刻起，伊核問題不再是技術談判，而是戰略攤牌。伊朗國內強硬派迅速抬頭，核活動重新加速，制裁與反制裁進入循環，理性博弈逐漸退場，威慑與對抗成為主旋律。進入2026年，中東格局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協議失效，地區力量再平衡失敗，信任基礎消失。當外交失去約束力，軍事選項就會重新回到桌面。於是，日內瓦的談判不再是重建信任，而是試圖在對抗失控前按下最後一次暫停鍵。但是很可惜，和平鴿還是在2月的最後一天飛離了這片古老的土地。戰爭已經開始，但各位觀眾覺得美國着急嗎？作為全球最強軍事，美國在此次博弈中的角色無可撼動。華盛頓的戰略目標極為清晰。說直白一點，美國的訴求並非卸下伊朗手中的武器，而是直接打斷手腳，杜絕後患，並非單純的核計劃停止，而是要對伊朗的軍事能力進行全方位清零。這種自信来源於美國巨大的軍事動能和對全球後勤能力的掌控。在過去的幾個月裡，美軍已經將中東的軍事基地打造為戰略堡壘，在那裡集結了超過200架戰鬥機和一系列高精度武器系統。通過這種龐大的戰略部署，美國正在向全球傳遞一個戰略信息，它要重塑中東的力量格局，要確保海灣地區的能源安全與全球經濟穩定。所以美國並不急，因為它具有隨時終結戰爭的能力。直白一點，美軍的部署我們可以總結為2句話：既然你不守規矩，那麼我就幫你守規矩。那麼伊朗着急嗎？相比於特朗普的不慌不忙，伊朗確實是着急的，但這種着急更多是一種謹慎。面对外部的巨大壓力，德黑蘭不得不在戰略上做出調整。伊朗的領導層深知特朗普並不好對付，稍有不慎，整個境內將會被導彈洗地，或者面臨斩首行動。在伊拉克和委內瑞拉發生過的事情已經證明了美國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事。從理性角度來看，簽下協議似乎是最好的選擇。然而，伊朗內部並沒有達成共識。在伊朗，強硬派與溫和派的博弈愈發激烈，尤其是在核問題上，強硬派的聲音尤為響亮。哈梅內伊領導的保守派始終堅持自力更生與抵抗西方壓力的路線，認為屈服於美國等同於放棄國家的獨立性和尊嚴。為了在國際舞台上維持影響力，伊朗不僅在地區代理人戰爭中加大了投入，支持敘利亞、黎巴嫩、也門的親伊朗武裝，還通過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來增加對全球能源市場的影響力。但是在國內，在德黑蘭的大巴扎，里亚尔的貶值速度快得讓商人來不及更換價錢，普通民眾的焦慮感已經積壓到了臨界點，遊行示威正在進一步擴大。現在的伊朗外交官正走在一條極細的鋼絲上，腳下是崩塌的經濟，兩旁是不斷冒火的獵槍。他必須表現得足夠強硬，以安撫國內權力核心的鷹派；他又必須表現得足夠靈活，以防止美方的精確制導炸彈在下一秒就落在布什爾核電站的房頂。伊朗並不希望戰爭進一步擴大，但他的選擇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不過戰爭現在只是處於初級階段，最着急的並不是伊朗和美國。對於美國，不行就打；對於伊朗，時間站在他這邊，慢慢打幾年也不是不行。那麼這個時候，有的人卻着急得像熱鍋上的老鼠，他既不希望美國來一場雷霆行動，也不希望伊朗打着打着後退。這裡讓火力軍賣個關子，先不談這位着急的老鼠，
讓我們繼續回到中東的話題。目前，美軍已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部署了大量先进戰機，其中包括 F-35 和 F-22 隱身戰鬥機。這些戰機很有可能會參與到接下來的軍事行動中。與此同時，福特號航母在地中海的持續存在，並與阿拉伯海的林肯號航母形成東西夾擊。通過這樣的部署，加上美國與其盟友的完美協同，不僅向伊朗施加了巨大的軍事壓力，也讓所有的中東國家看清了局勢的嚴峻性，看清了那個超級大國的堅決。他不再接受任何模糊性的協議，不再給伊朗留下一絲有火種，他要動真格了，而他的敵人最好聽話。讓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誰才是那只熱鍋上的老鼠呢？沒錯，就是俄羅斯。相比於伊朗和美國，最着急的其實是俄羅斯。有的觀眾會問，這和俄羅斯有什麼關係？有，不僅有，關係還很大。甚至可以說，普京的那場非正義戰爭的勝負，很有可能取決於中東未來的局勢。如今的中東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區域性衝突，而是全球大國間勢力爭奪的核心戰場。毫不誇張地說，美俄之間的博弈決定了中東未來的走向。而想要了解為啥普京如此着急，就必須知道美俄之間當前階段兩種完全不同的全球戰略理念。美國力求秩序重建，俄羅斯則在尋找自身戰略的突破口。美國的戰略意圖非常直白，隔離伊朗。白宮曾經嘗試過改變伊朗，但事實證明，善意往往被理解成放任。當和平解決不了問題，特朗普選擇徹底隔絕，要其完全移除國際體系。通過强力整合中東的防禦網，美國正在構築一面密不透風的高牆。事實上，這也並未完全針對中東，而是為了在與下一個全球對手進行戰略摊牌前，徹底清理掉最大的后顧之憂。與此同時，俄羅斯的角色發生了轉變，普京不再是，也沒有能力是那個四處調停的救世主。此時的莫斯科重心在烏克蘭，他未對中東放手的原因只有一個：戰略牽扯。對莫斯科來說，一個戰火不斷的中東比一個穩定的中東更有價值。俄羅斯不需要伊朗勝利，也不需要戰爭快速爆發然後快速結束，他只需要局勢保持足夠的混亂。只要中東風浪不平靜，美國就無法徹底抽身，軍力、預算、外交資源都會被牽制在這裡。一個陷入混亂的中東，正是他牽扯西方精力、推高全球能源價格的最好工具。協議是否達成，普京不在乎；誰勝誰負，普京也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如何利用伊朗這枚棋子，在中東的防線上打下一個釘子。只要中東的火不熄滅，西方的資源就會源源不斷地從歐洲被抽走。普京開始做一個教唆者，給伊朗援助，給伊朗外交支持。他開始做一個投機者，他等待最合適的時機，用中東的籌碼去置換他在東歐的勝算。結合最近的新聞來看，俄羅斯已經強制實行拘留綁定兵役的規定。簡單來說，就是外籍男子想要拿到俄羅斯綠卡，必須簽訂服役1年的合同。再說明白點，就是本國人口不夠用了，開始對外籍人士強行征兵。為什麼不夠用了？那你別管。問就是普京在俄烏戰場上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所以他着急啊。歐美的注意力再不放在其他地方，那是真頂不住了呀。所以克里姆林宮最想要的結果就是美親自下場清算，伊朗奮力抵抗，雙方來回拉扯。美俄在中東的博弈已經演變為一場新冷戰式的對抗。雖然雙方沒有直接爆發軍事衝突，但通過支持不同的代理人、軍事援助和經濟制裁，他們在這一地區的較量已經將局勢推向了極限。美國想加速，俄羅斯想拖延，一個希望快速清場，一個希望長期牽制。在这種背景下，未來的中東戰爭將是俄羅斯和美國為自己的全球戰略鋪路。是美國完成自己的清掃行動，布局全球戰略呢？還是讓普京蒙對了，能稍微鬆一鬆脖子上的繩套呢？中東的劇本從來都只有3條：一、美國全面作戰，開啟一次遠征；二、美伊來一場代理人戰爭；三、美國及其同盟國來一場斬首式打擊。現在的情況看，中東的局勢恰恰是第3種。關於這個部分，請允許火力軍稍微吐槽一下。在2月17號美伊第2輪日內瓦談判的時候，根據相關情報和分析，火力軍覺得伊朗不可能簽署協定，日內瓦的談判不有效果，戰爭很有可能在3月5日最終談判前後就發生。因為談判的核心內容是零濃縮鈾這個條件，伊朗絕對不會接受，這相當於自廢手腳。所以火力軍這篇稿子是提前寫好，想等到3月1號最後一輪談判完再發，但沒想到事情發生的這麼突然，美方這麼果斷，把原來預測性的文稿變成了一種事實闡述。那既然如此，火力軍就帶大家了解一下為什麼這次的戰爭會是第3種，以及火力軍為什麼會這麼預測。首先，鈾是伊朗的立國之本和思想枷鎖，中東的複雜和衝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在這個情況下，核武這種戰略級別的武器對伊朗來說不合國際法，不合人道主義精神，但確實是唯一可以翻盤的機會。哪怕明面上簽字接受，但暗地裡絕不會放棄，
即使真的放棄，你真的會相信他會改邪歸正嗎？對於他的諸多鄰居而言，伊朗具備核武器可不是一個好消息。就像你家的鄰居修了一個巨大的露天化糞池，雖然現在還沒有東西，但是誰知道未來會不會被裝滿？更何況這個化糞池還有爆炸的功能。所以在這個前提下，中東的3個劇本已經是繞不開的了。首先是劇本1，美國全面戰爭，美國親自下場發動一場遠征或者大規模作戰，這是概率最低的，但影響最大的結果。而這條路線的出發點只有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全球約1/3的海運原油通過這條狹窄水道。如果伊朗選擇以封鎖或嚴重干擾航運作為回應手段，性質將立刻改變。哪怕只是布設水雷、導彈鎖定油輪、扣押大型商船，都會被視為對全球能源安全的直接挑戰。油價會迅速拉高，航運保險費飆升，資本市場出現避險浪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幾乎沒有戰略回避空間。美國第5艦隊的存在本身就是為這種場景準備的。一旦行動啟動，目標不會只是清除水雷，打擊範圍將擴展到反艦導彈陣地、海岸雷達系統、海軍基地、關鍵指揮與通信節點。行動邏輯不是報復，而是重建通航能力。不過，當打擊開始，就很難只停留在維護航道安全。如果伊朗進行跨區域報復，美軍可能擴大行動範圍，攻擊能源基礎設施、軍事生產體系、電力與交通節點。衝突性質將從局部海上行動轉為全面壓制，這時的風險已經不再是地區衝突，而是全球經濟衝擊。市場不需要長期封鎖，只需要幾周不確定性。能源供應短期受阻，歐洲和亞洲工業成本上升，供應鏈穩定性受損，全球通脹開始。更複雜的是戰略後果。美國如果深度介入，將不可避免地被重新綁定在中東安全結構中，兵力、預算、政治注意力都會被吸走。短期或許能恢復航道安全，長期卻可能增加戰略負擔。而伊朗在承受高強度打擊後，仍然未必會選擇妥協，它可能轉向更長期的非對稱消耗戰。所以這個劇本真正的核心問題是，美國能否在有限時間內達成目標並抽身，還是會被拖入一個沒有明確終點的循環。直接介入看似最乾脆，但代價也最難計算。劇本2，代理人戰爭，這是中東最熟悉也是成本最低的一種模式，雙方其實都不願承擔全面開戰的代價，那麼衝突最可能會被外包了。在這種路徑下，伊朗不會與美國正面交鋒，而是通過外圍力量施加壓力。面對打擊，伊朗的反制手段很大概率是黎巴嫩南部、敘利亞邊境、伊拉克西部、紅海航道。而如果談判進一步破裂，伊朗將有可能在任意方向開火，甚至是多點齊發。一旦發射開始，其目標不只會是象徵性的襲擾，而是嘗試用密集發射測試周邊幾個地帶防空系統的權限。與此同時，在紅海與波斯灣的海上安全也會成為焦點。胡塞武裝近年來在無人機與反艦導彈技術上的升級，已經把海上博弈的烈度提高了。襲擾航運、威脅能源設施、推高保險費率，這些行動成本極低，但对全球市場影響巨大。代理人戰爭從來不是完全可控的。當地方武裝組織開始獨立判斷局勢，當報復節奏被情緒推動，衝突規模就可能脫離原本的戰略設計。一次誤判，一次誤炸，一次平民重大傷亡，美國同盟們的回應就不會再是象徵性空襲。代理人戰爭最大的風險不在於強度，而是預知模糊。當雙方都認為自己還在控制局面時，很有可能已經在逼近了臨界點。這種模式可能持續數周，也可能被一次誤判打斷。一旦失控，將不留餘地地轉向全面戰爭的深淵。代理人戰爭通常情況下確實是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是，美國這次大規模人員裝備調動，雖然全面開戰不大可能，但是如果只是來應對一場未知結果、未知時間的代理人戰爭，這個動靜未免太大了。時間是站在伊朗這邊的，越早解決這個定時化糞池，對周邊國家、对美國的全球化戰略就越有好處。劇本3，斩首式打擊，這種是火力軍當時預測時認為最可行、最有可能發生的，同時也正在中東上演的。如果美國和同盟們判斷伊朗的核能力已經接近不可逆的階段，他們必然不會等待一場沒有結果的外交，更不會依賴談判前緩慢的戰略節奏。在這種劇本下，行動邏輯只有4個字：先發制人。而目的就是对伊朗發動一次斬首式打擊，打擊的目標是體系核心、核設施、導彈指揮鏈、情報中樞、關鍵軍事節點。這種行動方式將是高度壓縮的遠程精確打擊、隱身戰機突防、遠程導彈覆蓋、電子壓制，目的不是佔領，而是癱瘓。但這種打擊有一個不穩定因素，就是伊朗的軍事體系存在多層指揮冗餘設計，本意是為了在遭受打擊時保持運轉，但如果關鍵節點受損，指揮權分散，可能導致決策節奏失衡。在高度緊張環境下，誰有權下令本身就會成為風險變量。這類局面下，最危險的不是有組織的報復，而是局部單位基於誤判的提前行動。例如，未經統一協調的導彈發射，未經中央授權的跨境打擊，
當報復行動不再完全受控，衝突就會脫離最初設計。但如果後續反應鏈條被激活，它可能會迅速升級戰場上的烈度。過去的30年裡，中東局勢充滿了起伏與不確定。曾經，世界以為協議和外交能夠帶來永遠的和平，但現實卻是，當各方的核心利益被觸及時，談判桌上的墨水終究比不了戰場上的子彈。伊核協議曾經是和平的希望，但它也只是為更多的衝突埋下了伏筆。正如中東這片古老土地的歷史所示，和平從來不是輕而易舉獲得的。未來的局勢會是如何呢？是持續焦灼的對抗，還是烈度更高的混戰，又或者第3次世界大戰？我想，除了時間，沒有人能給出答案。好了，關於中東局勢的分析，今天就聊到這裡。你認為美國會親自來一場全面戰爭嗎？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這次伊朗的報復會是什麼呢？歡迎在評論區分享給大家。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